我觉得主持人讲的没错，就过去中国这个盲目推行基础设施投资、房地产建设，这个确实带动的就是钢铁工业、有色金属工业、建筑材料工业的扩张。那么，但是呢，中共的这个建设的效果是极其糟糕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当中，高铁占很大一部分。中共经常说，你看我的高铁全中国四通八达，但是2020年上半年，中国这个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，就中国所有的高铁都归这个国家铁路这是个国有的大公司、大集团，原来的铁道部。这个国家铁路集团公司2020年上半年整体净亏损955亿。那么中共从建设高铁开始到现在，高铁亏损超过4万亿。这4万亿怎么办？挂在银行账上，所以是高铁建的越多，越亏越大。全中国的高铁线路只有北京到上海这一条线还有一点盈利，其他线全部都是亏的。这种情况下，中共还在继续建高铁，这种事情只会在专制国家发生，不会发生在民主国家。那么，和钢铁工业相关的还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供台湾的观众参考的。那么我们以前的节目里介绍过，中国强占南海的国际水域，要这个建海军造岛、建海军基地，准备核潜艇南下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，再威胁美国。那么澳大利亚看到这种军事威胁以后呢，去年拟定了一个10年国防计划，准备加强反潜艇的能力。那么中共对此非常恼火，去年就对澳大利亚实施全国进口制裁，不允许部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产品到了中国的港口不许卸船。所以中共是想用经济手段压服澳大利亚，在国防上对中共让步。那么但是结果是什么？澳大利亚今年宣布说，它对中国的出口反而上升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的钢铁工业需要澳大利亚的铁矿石，那么去年全球铁矿石涨价好几成。澳大利亚虽然其他的农业、林业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受阻了，但中国还不敢封锁澳大利亚铁矿石，结果是澳大利亚仅仅铁矿石涨价这一项就赚大了。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，钢铁工业、有色金属工业、建筑材料工业都是高污染行业，粉尘排放和二氧化碳排放都很大。但是我们不能把中共想成民主政权啊。中共是关心的是粉尘排放造成的雾霾，但它并不真正关心二氧化碳排放。那么中共对拜登的这个气候政策，基本上他现在是在虚与委蛇。他是根本不在乎二氧化碳排放过多这件事。另外呢，我对二氧化碳排放这件事，还有地球暖化这个问题，我本身是有一些和现在主流看法完全相反的看法的，就是欧美国家现在这个执行的气候政策本身存在重大弊端，就它科学上根本没有弄清楚到底地球温度是真的在上升啊，还是没有在上升。另外就是这个各国在计算二氧化碳浓度的时候，只算排放不算植物的自然吸收量。所以与其说现在的气候政策啊是具有可靠科学依据的东西，还不如说它是欧美国家左派当局政治正确方针的体现。所以我在这里想提醒台湾的观众注意一点，就是说早在15年前，地球暖化这个提法就已经在各国气候政策当中消失了，原因是那个说法毫无根据，是个骗局。Trump 在位的时候说过它是骗局，也因此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。川普说的是对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小布什总统在位的时候用气候变化这个说法替代了地球暖化，但是他是换汤不换药。我没有时间讲这些，我只是告诉大家说，如果有兴趣，大家可以到大纪元网站上查我写的2篇文章，都分析了其中的具体问题。